两岸之间呢，现在基本上形势上面大家很担心有任何太剧烈的变化。对岸呢，你会讲说，他最近呢好像也就这样了，因为他们最近在忙一个大事，两会。好，中国两会呢现在讲了，他们 GDP 增速目标仍旧是维持在5%，去年呢是5.4%，但是另一个大家关注的是他们的军费增长，目前军费的增长部分呢，现在已经有超过1000亿了，虽然还是比美国来的少啦，但是呢，基本上这个数字就会让大家拿起来做比较。而这个 GDP 5%，经济学人的智库呢，他则是认为应该不可能吧，他帮他下调一下下，大概呢到4.7%。好，理由是因为现在呢，他们认为眼睛看得到的就是所谓的消费力内部的消费力到底有没有在疫情之后完全提升回顾？还有另一个呢，就是房地产的交易，现在呢他们还没有办法看到完全把事情给解决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呢他把他的 GDP 呢稍稍的往下调了一些些。这一次基本上经济议题很多人想问，特别是外媒，结果他们发现了总理他们没有在两会会后的记者会，三中全会呢也都跳过了，所以耶鲁大学这位教授叫做史蒂芬·罗奇，他就直接讲了，那这是不是表示说基本上就是没办法回答你的问题，所以他干脆不给问，他是这样子在解释这件事情的。内部确实啦，现在有看到一些的讯号可能是有问题的，包括呢现在先前提到了火箭军的这个贪腐案。好，现在呢谈到的是有4位的军工委员现在已经都被撤销了资格，代表呢这4位出身航太工业系统的，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案子有问题，所以才直接被拔掉。那未来呢？未来现在习近平呢，他现在在重整这个内部之后，也有这个专家 Wall Street Journal 在讲，是不是他要开启的是高风险经济转向？好，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内部在调控嘛，那他要的是什么？现在传出了这一次新的两会一个名词叫做高质量发展，是不是对于追求经济增长不那么感兴趣？他要的是高质量的发展，但是这有没有可能？从高经济增速到低经济增长增速这部分的这个过渡时期，大家很担心的是经济会不会变成一个长期停滞，这一些它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是大家现在在看的，毕竟它是一个这么大的经济体。另一个大家在看的是什么？是美中之间的较劲。好，原因是因为呢，现在在科技上面会不会现在又被卡脖子？大陆的全国人大这边讲说卡不住的只是时间问题，原因是因为呢，基本上再怎么卡，这个大陆这边都你目前看起来还是能够跟上。从华为案他就直接讲了，口口惯练，他们觉得应该对你反而伤更重。但是雷蒙多先前那个讲话说智能车啊有可能会收集数据，然后会危及美国人的时候，大陆外交部这边就很直接的讲了，你不要每次都把经贸问题泛安全化、泛政治化。为什么在美国这边他们会对于智能车现在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应？好，可能因为比亚迪吧。比亚迪现在确实啦，当他们自己的滚装货轮不是1艘而已，现在要变8艘的时候，不只是白船打开欧洲大门，这未来呢出口量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其他会超日超欧，甚至呢美国现在他们也很有危机意识。日本呢，他们在今年说会只有20家的销售门市扩张到100家，哇，这个数量你就可以理解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增速了。甚至它也要进到韩国，韩国现代就很害怕，因为呢他们的 CP 值很高，一辆车会差到24万，那就怕整个市场都会被旁起。其实除了车之外，地上走的天空飞的，在这一次的新加坡航展也发现，波音呢现在连民航机都没有派来，甚至呢也没有所谓的语音啊等等的表现，所以大家就在问，从地面到海上，现在已经知道数量上面大陆这边比较多了，再到天空中，波音最近表演的不太好，所以919反而在这边很受到关注。那到底美中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看未来的经济发展？请教赖老师，因为两会确实啦，所有的媒体看的就是你的经济今年度会怎么表现？2024年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估还是认为今年不是一个好年。今年全世界的经济发展都会面临很艰难的一个时期，其实也包括台湾在内啊。我们都知道，台湾目前的生产制造业都在萎缩，而且情况还蛮严重的。那大陆还把目标定在5%，
对，那是很有企图心，蛮高的所以那是一个硬指标。那我想各省市的这些一把手全部都要动起来很明白。但是他们还是确定了一个路线，这个路线到今天为止不会改变，就是不再用过去的手段。过去的手段是采用的就是让房地产飙起来，那用房地产来带动其他的产业。可是他们知道这是饮鸩止渴，因为房地产越高，那很明显的它的各方面的成本、人事成本、地价成本都拉高了，这个对于大陆的经济发展不利。所以很明显的，他们对房地产还是稳住而已，也就是说不要掉，但是也不要再用炒房地产的方法。那重点放在哪里？就是新质生产力的问题。新质生产力其实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就是生产力是核心，那生产力会改变这个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会改变下层建筑，下层建筑就带动了上层建筑的变化。那在这个因此整个核心都在于生产力。那过去我们人类是用动物力作为生产力，比如说农业啦、畜牧啦，或者是手类都是动物力做生产力。工业革命以后用机械力，然后我们看到之后现在用数位化，可是不只是数位化，他们要创造的是什么呢？创造是这种高附加价值、低劳力密集的各行各业里面，都要环绕在这个生产力这个核心这个部分。那也就是说，他们不再采用这种低附加价值的高劳动密集的这个产业，那要怎么做？所以你看他们的这一次的一个做法，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尝试。那这一次的尝试的一个做法就是以旧换新，是，然后把交通运输系统、把教育系统、把医疗系统旧的全部都换掉，换新的。那换新的换什么呢？绝大部分都换国产货。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这些工业制造业的这些产品要进入刚刚所讲的这个体系。那甚至个人的体系里面，汽车，例如说你的汽车年龄比它高了，开了10年了，换新的；你的冷气机、冰箱用10年了、20年换新的。那你换新的，政府给你补贴。其实我们台湾也玩过这个，而且事实上也还是有效。也就是说，你只要改用调频的，用更高附加价值的，然后呢，那么我给你减税，或是我这个政府给你补贴，这样的情形下，让你用旧来换新，这个来带动工业生产力的一个发展。那当然，你一旦要旧换新的话，那怎么办？那就是利率在往下降，把钱从银行里面挤出来。也就是你存在银行的利率越来越低的时候，你就要拿出来去进入股市。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前段时间在整顿股市，那接着呢，就是再把利率放下来的时候，再增加地方债跟中央债，他们叫做特别债的一个方法，让市场的游资更多一点，那让资金更多一点，那很有可能就会造成物价上涨了。物价只要上涨上来，就形成一股动力，这是一个冒险，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尝试。那成效怎么样？我们明年就可以见真章了，因为今年对他们来讲是“十四五”计划非常关键的一年，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已经都开始下重水了就是不是下重力下去来做。我觉得美国这个经济学人的评估，他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很遗憾的发现，他们绝大部分都失准。这个最主要还是在于，本来是一个很有质量的一个刊物，可它走入政治以后，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经济学人的影响力跟分量一直在下降，所以我们基本上就不太考虑经济学人的评估了，因为当一个媒体、一个杂志失去了它的公信力以后，我们就基本上它的价值对我们来讲也不太重要。最后讲一下李强的问题。记者会是记者会取消，我倒觉得，因为30几年前第一次的记者会应该是在江泽民时代，那个时候有李鹏开始面对记者，面对的是虽然叫做中外媒体记者，可是我们都知道最主要的是针对于欧美的媒体，那么也就以西方媒体为主，那就是直接跟西方媒体沟通。30几年来，我觉得大陆，尤其在现阶段的大陆，他们发现西方的媒体对中国大陆的报道这个脱离实际了，而且都是负面的。在这个情形下再沟通多说无益，那么去在乎你们也没用，那在乎也没用，那干脆就取消了。所以我倒觉得这是西方媒体自己把自己做坏了，然后人家现在也不重视你了，就找部长级来跟你谈就可以了，你爱登不登随便你。我觉得这个是欧美的媒体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败。
好，那也想要请教一下介大使了，因为确实啊，对于媒体来说，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听到总理嘛，能够直接跟总理对话，能够直接请教总理，特别是现在的经济问题，特别在疫后的经济发展，在现在这个当下的大陆，大家有非常多的疑惑的。对，其实我想大陆它是整体评估啦，大概对于这是两会之后的这个例行的总理的这个记者会哈，对大陆目前的情势哈，还有大陆的这个内外的关系哈，情势的处理是利还是弊？我认为他大概觉得是弊大于利。对，我觉得现在就是说中国大陆对整个国际情势的评估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然后呢是这个各种方面都是在变动的，而对中国大陆的挑战很强。那我觉得他们大概对于今后1年呐，甚至未来的这个整个的中国大陆内外的这些很多情势大概的预期都是比较严峻的。那尤其对外的这些部分基本上是认为可能跟西方的这种金融之间的金融方面的这个冲突货币方面的冲突贸易方面的冲突，还有投资方面的冲突都会怎么讲？都会越来越激烈。所以我觉得是一种备战的心态，然后让这个总理的这个就有关重大政策的这个对外发言让他保持一点怎么讲，用回旋的空间而且也不会把它讲得太明。不过他就是说还有这个他们这个发言人说还有这个快速通道。是，所以快速通道什么？快速通道就是说在这个两会期间事实上各个部会的负责人随时可以跟记者来直接沟通解答问题。所以他把这个很多这些政策下放到部会的首长去了，而不由总理来直接谈。我觉得在这个处理这个行政问题上，基本上就是说总理的那个最后定调权他把它保留起来了。因为总理讲完以后，其他下面也就没有讲话的空间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政策性的考量。另外就是说，事实上的话，他今天李强负责的很多案件，两岸问题、军事问题，还有中美关系问题，他可以谈。可是也不是他专长项目。可是现在如果外国记者要问的话，大概都是这些问题，甚至俄乌的冲突，甚至还有什么，甚至还有以巴的冲突。所以在这个时候用总理来谈问题的话，这些问题的话，那么难免会有所怎么样，所以就闪失。所以他干脆就把这个规避掉了。而且每一年，我觉得他的这个总理的记者会我觉得他们选记者的时候中国大陆很多朋友一定不高兴，因为什么？不是这个美国的记者，就俄罗斯记者，就是日本的记者，又是欧盟的记者。中国大陆是第三世界的代表性国家，所以以前我们这种时候，你如果从全球政治来看的话，可能中国大陆比如说伊索比亚或者什么肯亚，他记者他觉得就被大小眼了，所以这种时候是比较现实，要上舞台的你要记得没有绝对得分的经验，没有绝对的把握不要随便上舞台去唱戏。所以宁可不唱戏，免得利大于弊大于利啦。我觉得他们考量应该是多方面的。是，请教一下玉芳委员。我是不太赞成他们两位的说法。我很直接的讲，美国跟欧洲国家当然是要对付你中国大陆。那你现在这样子，总理的例行的跟记者见面，你把它取消掉，你认为对中国大陆的形象是更好还是更坏？我认为是更坏。你没有准备好不要紧也一个人不可能全懂可是你说这个问题，你就讲你懂的部分，下面部分你就说那请国防部长来回答。你可以带着人一起参加你不需要一个人单独面对这个记者所以因为全世界的领袖都是常常要跟记者见面的这里面有常常被记者羞辱，搞得头昏脑胀都有。可是基本上，我认为西方的媒体还是公平的。你如果表现得非常好的话，我认为对方没办法。你像譬如说，西方记者对朱镕基印象就不错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朱镕基他就是很直接、很直率嘛。所以我认为这种做法，我还觉得还是不是很好啦。因为美国、欧洲的这些政治人物，他们本来就是设计要来对付你中国大陆。譬如讲到车子的问题，所谓智能车的问题说你大陆的智能车，你可能会收集美国的这些资料等等。那我请问你，你美国没有智能车吗？你美国没有智能电话吗？
啊，你的智能手机有没有在收集资料呢？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他们就是这条路对美国来讲，他就是要走到底，他就能够打你中国大陆，打多重打多狠，他就打多狠。所以就看看你中国大陆要怎么去应付这个问题。你应付这个问题，你就要改变你很多做法。譬如说，我讲啊，你国防部长突然间不见了，你外交部长突然间不见了，对不对？然后突然间，你火箭军高层有这么多的重要的这些将军们，一下子就下台了，这个都给人家很突兀的感觉。国防部长犯了什么错，你可以明讲啊，对不对？外交部长犯了什么错，你就明讲。你大陆现在就是要跟人家感觉，我是开大门走大路，我不怕接受挑战。好，我的制度可能不一样，但是我基本上我也是为人民。好，我该讲的话，我就很实在的讲。所以我觉得不应该，你不跟记者见面，人家对你的解释绝对是负面的，因为我们看这几个解释都负面的。你如果面对他，你如果想办法把记者反而给问倒，那我告诉你，人家就会认为你真的是很行啊。所以我觉得你就学西方的国家领袖怎么跟记者这个针锋相对，就这样干。我认为这个反而是比较好的一件事。好，不同的处理方式啦，但是呢，大家希望的都是什么？就是能够把话说清楚，要如何能够让自己目前不管是在什么样职务上，或是对于国家取到最大的利益。但呢，菲律宾他最近则直接讲了，他说呢，在南海这边跟中国这里海上呢，直接是讲大船什么意思？就是相撞的意思啦。震撼画面现在也在网络上面曝光了，来看看这个是中菲两边的海警船。好，菲律宾这边的讲法就是说，你看左右两边呢都是大陆这边的海警船，就直接的对它水炮射击，甚至还造成他们有4名人员受伤。那这个画面呢放到网络上面，在 X 上面呢，基本上现在都可以看得到，让菲律宾这边当局是非常非常生气的。中菲都有话要说，菲律宾这边就讲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直接射我水炮，造成我的人员受伤？中国这边是怎么讲的？他说，那就是因为你违反了国际海上碰撞原则啊。他说，你就是不专业，故意冲撞，所以呢才会直接就对你正常执法了。他认为责任完全在菲方。那菲律宾这边讲说，是因为中方刻意阻挡。好，双方各说各话。小马可是说话了，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说，如果啦我们在南海的主权被忽视的话，我们一定会对对岸来产生反击，直接发动反击。那现在这个当下，其实是东协峰会正在谈，菲律宾这边场边呼吁大陆说，拜托你们不要再骚扰我们了，希望呢大家能够好来好去。当然他也开始在讲啦，我们是不是能够跟欧联这边有更多的谈判，有更多的弹性。其实菲律宾呢现在在南海这个东南亚这边的国家当中，当然它算是大国之一，但是呢在这边跟中国海警船彼此的对峙，常看到看看其他人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毕竟呢美中现在在南海这个区域上面他们是意见非常的不一样。那泰国呢，现在则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很多国家换了一个新的领袖。泰国这位新的总理呢，他先前其实呢就有开始提到，他有一个路桥计划，叫做路桥之梦。好，现在这个东西他其实先前去达沃斯也有提过，但好像比较少人来回应他，所以后来呢，他转向中国，跟亚投行这边谈一谈之后，发现亚投行可能有兴趣哦，所以也许他之后会引入中资。那当然大家就开始标题你就很明确看到有人在问，哎呀，你这个是救经济还是引狼入室啊？其实泰国一直以来跟中方这边的关系是蛮好的，从这个月开始呢，他们就直接互相免签了嘛。那也发现了，因为呢中国游客确实比较喜欢去泰国，因为 Agoda 最新的一个数据曝光说，最喜欢的东南亚国家呢是泰国第1名，再来是谁？是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跟印尼。其实讲到了马来西亚，最近呢，他们讲话也很直接，遇上了澳洲朋友来到这边，他直接告诉你，我知道啦，你们美国、澳洲对大陆有意见，好，我们都知道，但是你们不要强加我们
把你们的意见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呢基本上有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希望跟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再来看看印尼新选出来的这一位，其实呢他现在也直接的讲啦，他基本上呢是挺佐科威任内当时跟中国经贸的往来，还有一带一路的合作，相对的来说，跟中方这一边呢，他还是希望能够一起来发展经济共好的，所以在东协之中。目前看起来，好像除了这个越南之外，菲律宾之外，其他的国家现在跟中方这边关系相对来说还是希望务实为主。请教一下赖老师怎么样来看？因为呢，刚刚看到那个非中双方海上的对峙，甚至海炮袭击画面，确实让大家觉得，还蛮紧张的。不是菲律宾的，不是你的，你跑过来抢了以后制造事端。然后还说你不要阻挡我去抢，那就没事。这个世界有这个道理啊，但是你看欧美的媒体一定会站在菲律宾这边，也不会站在我们台湾这边，也不会站在大陆这边。不要忘了，这个11段线是1945年我们就宣布了，而且当时是在美国的协助下，在欧洲的一些跟我们是同样伙伴的战胜国的协助下，我们把11段线画起来，把里面的岛屿都命岛礁，所以那是我们的。可是你看今天欧美的媒体会说这是我们的吗？不会他们是2套标准只要跟大陆有关，然后就站在攻击大陆这边只要跟大陆无关，然后他们就另外一个态度。这种双标媒体，坦白说真的是不用太在乎了，因为那些人已经有偏见了，跟他们讲没用。菲律宾现在的闹事闹得多可怕，多可笑。中业岛很明白是我们的我们国军守然后呢，菲律宾跑来战，那当时蒋介石是要打回来的，美国说你不准打，那结果呢，现在中业岛被菲律宾整个拿走了，把我们手中抢走好，在1998年之前，菲律宾从来也没有进去过黄岩岛，这整个区域没有，仁爱礁也没有，就是因为美国去攻打这个南斯拉夫的时候，用导弹去攻击这个中国大陆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中美之间在较量的时候，菲律宾有一天那艘破船就进去了仁爱礁，就坐滩在那个地方。当时中国大陆跟他们协商，然后他们说我们会拖走，结果从此以后不拖走，就赖在那个地方，驻军住在那个地方，说仁爱礁是他们的，这个就是菲律宾。现在他又要进入黄岩岛，也是要玩同样的把戏。那中国大陆不让他进去玩，本来应该是我们中华民国国军要去挡的，但是民进党政府上权入国嘛，把整个海域、整个岛礁都拱手让给别人，什么东西都不管，也不闻不问，也不讲话，什么动作都不做，然后也不吭一声，好像就变成这个整个海域是中国大陆跟这个菲律宾的事情，然后呢，好像变成站在菲律宾这边了。台湾这边到今天为止不讲一句话然后任由欧美的媒体好像都站在菲律宾这边，跟着菲律宾去拍照片，然后写文章去攻击中国大陆。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在捍卫我们的主权，一句话都没有。这个可笑嘛？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菲律宾在闹事，背后一定有人在支持嘛。菲律宾那个船是谁给的？您看到目前插撞的那个船40联1号是给谁给的？是日本人给的，44米长。日本给多少？给10艘。我给你10艘，叫你去闹。2019年到2020年再给你5艘，1000吨到2000吨的。那也就是说，日本人一直把船给这个菲律宾，叫菲律宾去跟中国大陆闹，难道不也就是跟我们中华民国闹吗？就这个道理嘛。只是因为民进党政府上权入国的情形下，我们变成好像不是我们的事情，简直是奇怪了，真是。我们今天先讲广告哈，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要来聊一聊在南海这边产生的变化。好，我们刚讲到在南海这边，中菲现在又有最新的一个对峙的画面，甚至连水炮都用上了。菲律宾说太不合理，中方说那是你们自己过来。请教大师怎么看？我想就是说冲突升级了嘛，对，我想就是说这个是不断的慢慢往上升级。那
以这个钓鱼台的那个例子来讲，中国大陆基本上是不会退让的。对，你知道，就是说以钓鱼台水域来讲呢，它比较接近中国大陆温州330海里吧，要到那个冲绳到琉球的那霸要500多海里，所以事实上中国大陆是大概它一次就4艘海监船一个巡回就出去，就在那边，它的大陆在那边是怎么样？是在保疆卫土啊，因为基本上大陆主张钓鱼台就是中国的，所以这个地方日本船什么船进去都算是侵入中国的海域，所以它对于接近的日本船只是驱离的。对，那大陆就是说它是常态巡航，1年365天，基本上有350天都在那个地方。所以日本事实上没有那个，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接近台湾啊，那个钓鱼台比较接近台湾，离日本事实上是比较远的。所以就是说，就地理范围来讲的话，中国大陆在那边行常态巡航是比较方便的，它的后勤补给比日本要方便，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在这个钓鱼台啊，事实上的话，常常就看中国大陆是怎么样在驱离日本的船只。那现在同样的，中国大陆是把这个不管是仁爱礁还是这个黄岩岛，它的主张就是中国的领土啊，所以你菲律宾船只进来，如果再多的话，再用强势的话，中国一定用强势的方式，中国大陆一定用强势的方式驱离的。那打水炮，然后呢，如果说菲律宾升高冲突的话，那中国大陆就是升高它的这个对抗嘛。那大概不会退让的。那甚至如果是军舰的话，上一次已经大陆的这个是052D 嘛，7000吨的已经出现在附近水域了。那以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实际上黄岩岛的补给是比较困难一点。那可是就是说仁爱礁的话，对中国大陆的话，旁边就是这个美济岛那5.5平方公里那各种的船只具备，所以菲律宾是占弱势到底在这边的情势最后会是怎么样的发展？我们先接一下广告，等等回来要请玉芳委员帮我们总结。节目的最后，我们要请玉芳委员帮我们总结。其实南海不是离我们太遥远了，我们有个太平岛在哪里？现在菲律宾所占领的中业岛，刚刚岳谦讲过，那是中华民国当时蒋中正总统的时候，派了太平舰、派了中业舰去南海诸岛，把那些岛屿命名，然后纳入管理。那就是中业岛，就中业舰那条舰去那个。但我知道当时指挥官是林尊舰长，要去那里了。后来是大概民国71年嘛，我有台风。我们把它撤到太平岛，因为太平岛比较大。对，结果台风完了以后，菲律宾把它占领了。对呀，然后就不还给我们了。所以我们是对不起祖先当时这个附近这些很多岛屿都属于我们的，但越南跟菲律宾过去的这些日子都变得非常的强硬，他们都认为太平岛他们要收回，越南说他的，菲律宾说是他的，中业岛也不还给我们。所以我们其实应该要强硬一点。立法院第一次立法委员组团到太平岛访问是我，第二次也是我组团过去了，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国防委员会的召委，我后来要求要搬8门炮，102洞迫击炮这个跟这个4.0的那个机炮搬上去，加强防务。因为嚣张到越南的，因为越南离我们不远，他们有一个岛在那里，他们就船小艇进入我们的禁限制水域，对，太平岛禁限水对空鸣枪，很嚣张的啦。所以其实讲老实话，是李登辉他们那时候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把陆战队从太平岛撤回来，然后后来派了海巡署去那里。到马英九的时候没有办法，就命令那些海巡署人员要到太平岛的，全部到陆战队去接受，好像是3个礼拜还是多少个礼拜的训练，接着才让他们到太平岛去。就是说这是个遥远的地方，丢掉祖先给我们财产是最丢脸的事情了所以现在老共跟这个菲律宾他们在斗争，在越南在那边斗争，讲老实话啦
我们也不必去帮谁了。你帮越南讲话吗？有道理吗？你帮菲律宾讲话有道理吗？大家午安，我是陈彦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得懂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元庆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驻纽西兰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在金夏这一边，大家开始在思考的是，今天呢这个陆方这边代表说啊，因为呢你们好像不想谈嘛，所以他就已经先行回到大陆去了。但是呢，最近大家也发现了，确实啦，在事件发生之后，看到了共机呢现在来绕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甚至你来看看这个轨迹图，这个大陆海警呢，这19天来同一艘，我们这个是只有同一艘的舰艇，它就在我们金门附近，就这样的不停巡航。甚至呢，在地的人他们就讲了，从2月发生事件之后呢，他们就发现每天都是6到11艘的船在，他们用包围这2个字来形容，说包围金门。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在问这一边是不是真的情势升温了。好，现在呢，基本上在对岸我们看到了3艘海警团说直接进犯到我24海里，海巡无暇顾及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之后，国军这边赶紧跳出来讲说没有啊，我们当时呢有赶紧前来支援。海巡这边呢，刚刚下午有一个新闻稿说，其实他们第一时间也有派船舰前来支援，绝对没有说无暇顾及等等事件。可是确实也有将领直接讲了，这样子的一个行径呢，很有可能变成另一种形式的灰色地带冲突策略。原因是这个呢是在2月27号的事件，隔2天2月29号啊，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到了说我们的宜兰舰跟对岸的船直接对视，他们说不是对峙是对视。然后呢再隔几天，就前几天3月2号的时候，直接看到大陆船他们不是绕过原本它应该是大胆跟二胆之间，没有哦，他们现在呢是直接靠近金门的地方，直接往前离我们小金门越来越近，大家就开始在问了。所以这个已经不是从原本比较远的航道走，已经开始变得比较近的航道。画面当中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标示出来的其实就是大陆这边的海警。那我们就想问，如果一切跟原本的规矩都不一样的话，那我们怎么能不担心？周国正我们的国防部部长也说了，说我怎么不担心？好，原因是因为他讲了，行之有年嘛，海峡东岸其实都有固定的船舰在巡弋，我们也都保持正常的侦巡，我们会就事论事。但是呢，我们邱泰三陆委会主委则是说了，说这个是在金厦水域，那就不是海岸中线啊，或者是领海的问题。其实呢，有禁止跟限制水域等等问题，因为这边是渔场。好，到底现在能不能理性的来处理？因为陈建仁希望，我们的行政院长希望大家能够恢复理性、务实协商。可是到底是谁不理性，是谁不务实呢？因为在地的立委陈玉珍就讲了，说民进党现在到底是想要真正的来协商处理这件事情，还是人家今天回去之前还特别讲了，说管碧玲他感觉就是没有想要处理这件事，用政治方面来处理。王定宇不也直接讲吗？说海巡啊，现在被要求要我们自己的人去大陆这边受审。陈玉珍直接讲，这些是无中生有的事件。到目前为止，到底事件的发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认定政府的处理办法？目前知道的是，当陆方这边代表要回去的时候，我们这边的海巡金马这边的分署长，他直接讲说要准备88万，就是20万人民币呢，让家属带回去。他说这些跟抚恤啊，跟什么抚慰啊、补偿都没有关系，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意。协商没成，但是至少让他们有需要办事的话，能够让他们带点我们的心意回去。但是网络上面直接就有人这样子在说了，说如果说呢我们的抚慰金300到400万的话，你看大批网友直接讲，为什么要给违法的中国人？难怪中国觉得台湾好欺负，甚至还说哇，那没事来闯一下比诈保还划算。有这个平面媒体的报道，让大家看到了原来台湾其实有不同的思考，跟官方讲的一点心意这种好像又是不一样的
思考逻辑，就要请教玉芳委员了。现在应该要怎么样来看这件事？因为陆方代表已经决定打道回府，不谈，那就是你民进党自负全责。而我们看到的是，在金厦附近的水域，现在每天都有好多大陆船来包围。这就是我不想看到的。我认为这件事其实啊，应该快刀斩乱麻处理掉。那民进党就有很多意识形态的问题，很多很奇怪的一个想法啊，的确是这个船相撞，不管是相撞也好，我们撞到人家也好，人家掉下去，然后就死了2个人。你在这种情况下表达歉意，我认为是不为过的，是不为过的。然后呢，你就这个把调查结果告诉对方，就是这个样子。那你们再错在先，因为你们进入了我们的禁限制的水域嘛，所以我们不得不取缔嘛。然后他可能拒绝接受我的这个上传这个检查，然后这个开始就进行了追逐，然后撞上了我们也觉得很抱歉我觉得大家都有责任，但这种事情其实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希望未来双方加紧协商，避免再出现这样的悲剧然后对方家属死掉，我们觉得这个表达同情我们还是表达我们的歉意不管怎么样，因为你们死了2个人，我们这边毕竟没有人受伤，没有人死嘛你讲这个话就可以了，你就第一时间讲了一大堆的事是没有的事嘛，对不对？譬如你讲说是他自己开得太快蛇行，然后翻覆，然后就死了，不是这个样子嘛。金门的检察官，我告诉你，我非常的尊敬他们。我告诉你，我们跟中国大陆之间会有斗争，会相争，但是我觉得对方大我们小，可是我们如果行事做得光明磊落，我跟你讲，大陆百姓也坦白讲也会尊敬我们。双方互信互相尊敬，就不会出事情嘛。所以基本讲，最后调查结果就是撞上了嘛，我们的船跟对方的船就是撞上了嘛，是不是我们撞上他或是如何可以再调查？但你一开始你没有讲实话嘛，对不对？第二个，你没有密录器，那你还讲什么呢？对不对？你没有密录器，你没有证据可以显示谁是谁非，那你就输了一半了嘛，因为你是执法者嘛，对不对？我们交通警察取缔无照驾驶，把人家给撞了，人家死了，我们还是有责任的，还是有法律责任，警察还是要负责任的呢。所以这个事情，你的歹戏就不要拖碰，你拖下去，然后用了很多的这种各种很怪异的手法在处理这个事情，你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告诉你，大陆看这件事情，一边看是一个危险，一边看待就是个机会。所谓的机会就是说，好啊，台海中线没有啦，你什么禁限制水域，我也把你搞到没有。那未来两边的关系就会变得非常复杂。你看，你现在他的海警船不断在金门这样子绕，早就已经进入我们所谓的禁限制水域了。你敢怎么样？你说我们的军舰出现了，那你认为对方的军舰会不会出现？你出现它要出现啊。你先不要讲军舰啊，这种2000吨以上的我们的船大概是要不要6艘了最多我看也只有7、8艘，但我查到是6艘，就是我们的海巡署。对方2250吨以上的船，有将近70艘。请问你光是海警比海警你怎么比？你在海军的舰只也类似这样的情形吗？我们不是说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要告诉你，真实的形势就这样。你这样的对峙，就是我当时早就意料到一定会这样子。他现在就围你，这个就像他们在围钓鱼台一样，他现在就在围你。你事情没有解决，你这样搞的结果，我们船也不敢出去作业。然后两岸我们现在派军舰出去，下次他把军舰再派过来，大家就对峙起来了。因为两岸的东西没有办法讲清楚，你知道，所以大家最好见好就收，或者是见坏也就收。你这样搞下去就不好。譬如说我们讲台海中线，那好啊，大陆问你，台海中线，金门马祖在台海中线的左边还是右边？你说大家都不要过彼此的中线，大陆没有过你中线，有，他现在来了，可是他问你，那你们中华民国，你们台湾的军舰，你们没有经过台海的中线吗？你们怎么补给金门马祖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应该全部离开台海中线，
那怎么到台海的中线的左边来了？你要到右边去啊！所以你讲不清楚，尤其金线之水，你在金门，你知道那有多复杂吗？东西南北都不一样的金线之水域的距离，渔民要搞清楚都是很困难。哦，所以你现在这样一弄了这样一个结果，金线之水也不复存在了，啊，双方就会修崩啊，哦，冲突就会变得非常的容易。哦，那这样如果冲突是我们想要的，那就这样去搞。那我只想问一件事：你民进党想这样做的话，你准备好了没有？第二个，百姓愿不愿意支持你的做法？两岸真的是讲不清楚的啦。哦，维持这种，所以美国对中国大陆，美国这么强，中国大陆相对比较弱很多。美国对中国大陆最后还是回到战略模糊。讲不清楚就要维持朦朦胧胧、模模糊糊，大家不要彼此斗争的太厉害，就这样相安无事。过去主政国民党这么多年，也就这样过去了。陈水扁8年也这样过去了。你这样真的搞得要兵戎相见吗？我不认为这是个聪明的做法。是好，其实呢，除此之外，大家也在问，也就在这个当下，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说，美军的分号驱逐舰呢，现在也穿越了台湾海峡。那当然呢，这个对岸的东部战区，他们这边讲法是说，他们有全程跟监，而且呢，他们也说，这个时候这么大动作的来讲，到底你是想要释放些什么样的讯息？来，请教介大使。我想就是说，美军去年的时候几乎是1个月来一次。今年的后来到了下半年，好像就经过台湾海峡的次数就降低了。那今年这个是不是第一次？我要查一下资料哈。不过会不会跟现在就是说我们在金门这个事件两岸关系比较紧绷的时候才来的话，我觉得不见得有直接的关系啦。不过这个两岸这次尤其在金门水域的这个撞船我们把大陆船撞翻的这件事情造成两位大陆渔民的这个死亡的这个事情其实昨天管碧玲他们很清楚，他们到立法院把他立场一讲明以后意思就是说谈判结束了，所以大陆马上就走人了。因为大陆的谈判基本上大概就4点嘛，他讲得很清楚他第一个就是查明事实真相。他昨天不是把事实真相讲明了吗？连撞船都没有对不对？那而且说不可能高速撞，那到底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反正就是事实查明就是没有撞船。然后呢，我们有这个雷达这个好讯号，可是现在不公开，现在是在这个剪掉。那你叫人家谈判怎么谈你拿不出证据，你怎么谈那等你的检查点掉整个刑事所谓司法案件结束以后，不要几年以后啦，那你这个谈判有什么意思嘛？真相等检掉，好吧？那就是我不给你真相，而且我现在行政部门告诉你，就是真相就是没有撞。对，那没有撞，那这答案你能接受吗？第二个就是说，周美武也说我们的海巡署的关系没有完全依法行政，没有任何的疏失。那大陆第2条说惩处严惩这个有关的这个关系人，那你惩谁没有人有责任，有什么好惩的也就是告诉我也不惩。第一个就是说现状就是事实就是这样，你接受就好，你不接受也是这样，掉也不会惩处。第3个既然对方的死亡不是我方的错误造成的，那对家属道歉，有道歉吗？不需要道歉了嘛，对不对？他第3条就是要家属道歉。第4个，管碧玲回忆了，照行情就是400到500万台币，对，那这就是告诉你这个，所以4条，中国大陆第4条就是说，你要给这个受害家属适当的一种回应嘛。4条都已经，前3条已经告诉你了，第4条就是400到500万，那还有什么好谈的最后通牒已经告诉你了，所以大陆就走人了。那这件事，大陆最后撂一句话，就是说所有责任由你民进党当局负责了。那事件就悬在这个地方啦。那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民进党不就摆明就是说，那你就放马过来吧，我也不怕你，就这样现在摆明就态势就这样那你觉得这样对台湾有利还是对台湾不利？我觉得对台湾不利啦。可是对民进党有没有利？我觉得对民进党是有利的。所以他才会这样做。所以民进党利益跟我们台湾人的利益是不太一样的，这一点从这件事情就看得很清楚了。是，蔡英文爱情党不怕冲突，他们也不怕跟你大陆硬杠，然后呢，
了不起怎么样？金门还给你大陆嘛，马祖你拿回去嘛，对不对？随你便啊。本来金门也从来没有投票给民进党，马祖也选不出一个民进党的代表，而且本来这个跟中国大陆就是脐带关系，把它切断不正好。来请教一下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好，原因是因为现在是我们自己的行政院长呼吁，拜托大家好好的谈，理性务实，协商处理问题。处理问题是这种态度，对方到今天为止真相不明不白，我们也不明不白，绝大部分人都不明不白，只有少数的人有看过这个录像的，因为现在据说有密录器啊，也有录音档，然后还有这些台湾的这个海巡署的这些当初执法的这些员警他们的直接的口供所以就有他们少数人管碧玲等少数人看到、知道、听到，我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罹难者的家属也不知道。还有大陆那边的红十字会的这些参与讨论的、谈判的这些人也都不知道。那都不知道的情形下，真相到底怎么样？真相也都不清楚。你要对方说，我就根据你所提出来的条件，我就通过，我就协商，然后我就同意。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陈建仁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假设我们主客易位。今天假设受难的、受伤的是我们台湾人，然后对方说现在进入司法的侦办过程中，那真相什么都不让我们知道，然后就说，那我这笔钱你拿走，那我们就按照这样，尸体就火化，那我们台湾会不会接受？也很难接受嘛。那我们也不能接受，我们就没有权利要求大陆这边要接受。所以事实上，大家要知道的是真相到底怎么样。知道了真相，我们才能够知道责任到底应该怎么区分。就是哪一些有责任，责任到哪里；哪一些他没有责任，没有责任到哪里。这个才是处理事情的办法。可是到今天为止，很明显的，民进党相关的人就是不想好好的来解决问题，也不想把这个事情降温，他却还在做政治的操作。一直在做政治的操作的过程中，我们现在两岸还没打起来哦。如果两岸一旦打起来了，一切就都来不及了。那我们现在努力的就是让这个仗不要打起来，这就是我们努力了嘛。可是我们看到事实是一直在升温嘛，金厦海域里面的禁限制水域中已经不存在了嘛。现在是台湾的24海里也已经快要不存在了，因为海警船，大陆海警船已经进来了，接着会进到12海里，接着再往这个更近的沿岸走的时候，那情况就一直在改变了嘛。那改变到最后，如果说万一这些昏头的民进党的人，然后下令说你就给我开火，那就火就开起来了，仗就打起来了，一切都来不及了。好，其实呢，对于一般百姓来说，大家除了希望能够知道真相之外，当然啦，我们也希望什么，当前线的这些海巡弟兄他们好做事情嘛，因为他们未来还会遇到这个类似的状况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们怎么样的处理，又或者是，你一直说要给他们 backup， 那你是不是能够拿出什么资料来帮他们辩护？这些其实大家都想知道的。